这个伊朗的教士政权的确已经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这个贪污啦、腐败啦、垄断商业啦、收贿啊、卖官啦，无所不用其极。你只要想想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局面都出现了。这美国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啊，那所以才会放话说，你如果开枪打示威者，然后我就 K 你啊。所以现在他是在执行如何进一步动摇教士政权的一个方法。川普现在喊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活先话题，我们也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的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一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虾，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高氯酸钠给伊朗。
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阿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这个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这个能力。不过呢，他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
好，同样问题也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千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啊，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了，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哈。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哈，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哦，这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呢帮朋友更新一下这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哦，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啊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内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啊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啊，
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两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啊，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倒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得到相反的效果。好，战云现在压到了中东国家，今天要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已经要对伊朗开战倒数了吗？空袭名单现在也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谁来撑腰呢？现在根据了解，中俄的武器都会有办法来撑腰伊朗，那中东是否引爆这种全面的战争？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川普呢活捉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马杜洛之后，下一个目标现在直接被点名的就是伊朗，而且呢，根据厉将军的说法，最快可能下周就有可能动手。现在在伊朗这边可以说是战情密布，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全面启动了所谓的战前的部署了，从各种武器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要打仗起来了，包括了军备、士兵跟航舰、空中力量，现在都往伊朗这边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喊话，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我们就会对伊朗来动手。” X 平台上面的这个博主，他也特别引述了多家伊朗跟阿拉伯媒体来同步做了一个警告。他说，美国跟以色列正在准备新一波这种要做的针对伊朗的瘫痪式的空袭，目标就是要瘫痪伊朗的整体的防空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基地。好，确实现在呢也有民众目击到说，当时啊活捉这个马杜洛的三角洲部队，竟然在伊拉克境内有民众看到是现身在街头。好，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过去几天而已，短短数小时之内，也被发现了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跟它的重型运输机，从美国的本土，甚至是从英国的基地，正在密集的升空往中东的方向前进。也有伊朗的民众回报说，好像看到了美军的 P-8A 海上侦察机进入到伊朗的荷姆兹海峡巡弋。好，厉将军特别帮我们指出了呢，现在伊朗正在积极的补充它的导弹，还有增加导弹的技术等等。那么纳坦雅胡其实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以色列没有什么国土的纵深，尤其是跟这个委内瑞拉相比，它是靠海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伊朗呢它是内陆国家，一旦呢遭到了导弹的攻击，没有什么可能会遭受很有可能遭受灭国之灾。好，我们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下一步真的会是伊朗吗？那美以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威吓，还是准备进入开战倒数？首先我说明一下，我研判美国跟以色列下一波来讲，就不只是瘫痪式的空袭，而是会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到底会有多大的地面部队？可能不至于说是全面的这种开战，但是会用这个所谓像马杜洛方式的这种特种部队直接进去遂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是很高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去年6月13号到20号。这12天，伊朗跟以色列的互相空袭之中，以色列用的是战机，那伊朗用的是导弹。那伊朗初期的时候，它所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大部分可以拦下来，将近90%。但到了战争后半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当然它自己对空导弹的数量慢慢数量有减少。第二个，它这个伊朗也寻找到所谓突破这个以色列防空火网的这种诀窍，所以它命中率就渐渐提高了。它突破的防穿率后来甚至有到50%以上这么高的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拦截率。我们看到它后续命中的，包括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宿舍被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相关的重要情报设施甚至于港口、机场都被命中。
那反观的以色列，因为它的拦截的导弹数量慢慢的减少，被消耗光之后，它的防空性能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是伊朗在这段时间，它继续这个补充它的导弹弹药库的数量，然后也继续提升它的导弹性能，提升它作战的技巧，那很可能下一波如果说万一开战来讲的话，以色列还能不能够像6月份那次能够拦得住这导弹，可能就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很明显。从这一波的攻击里面，我们发现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而且是对以色列不利的改变。以色列在这边以往之所以能够称霸欧洲，靠的是它强大的制空能力，还有它地面的战车部队。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纯粹如果说就导弹攻击来讲的话，跟以往的战争形态有很大的改变。好，这是第一个。那目前得到的讯息是，伊朗不断的在加强它的导弹库的一个扩充跟这个建设。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从上次的战争检讨，我们发现以色列最后他功亏一篑，哈，美军也功亏一篑，没有能够彻底的将伊朗的核设施炸毁。主要是为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它只靠空中制空的作战能力，而它没有地面部队的能力哈。我们看到美军不管是 B2 轰炸机丢的专机弹，或以色列，虽然你就算整个瘫痪了伊朗的所有空中，可是因为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所以造成你功亏一篑。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看到大家看一下，现在美军这个到这个欧洲去的是C5运输机跟C17重型运输机。这运输机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装的是所谓的这种黑鹰直升机或者是阿帕奇这一类的攻击直升机哈。所以这很明显，如果装载这种直升机，就是对地攻击的武器。第二个还有一架飞机哈，这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AC-13它是 C-13是运输机，可是为什么加个 A 呢 ？A 是攻击的意思 ，attack 哈。它在这种C-13运输机上面装了1.5的这种榴弹炮，可以从空中对地面发射火炮，那火力是很猛烈的。那这种飞机这些飞机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战。那密接谁呢？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哈。这个对三角洲部队，我一个特种部队进去以后，我在空中对你可以实施火力的直接支援，不管用直升机或者空中炮艇对你实施火力支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研判，美军三角洲部队进去，用这些对地支援作战的这个战斗机到了这个欧洲地区，极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美军这次会采取这个除了说空中作战之外，它很可能会采取对地的攻击。那目标很可能就指向他们的精神领袖哈梅尼亚。那哈梅尼亚目前好像也策划了他所谓的 B 计划，准备要逃亡到莫斯科。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是这种感觉。好，确实哦，现在确实，我们请导播放到下一张 CG。哈米尼现在确实根据了解是有这种逃亡的计划。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有俄罗斯的协助之外，其实呢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现在为止，除了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的伊朗补进了非常多的导弹，增强自己的导弹之外，其实中俄也非常的给力哦，给了许多的武器。等一下一起来看。那其实伊朗现在内部也有许多自己的危机，包括它的这个抗议早就已经延烧了快要2个星期了。那现在当地呢1半以上的省份，50多座城市都不断的爆发示威哦，镇压升级已经造成36人死亡。刚刚特别提到，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给了伊朗哪一些支援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部分，给它的是数千吨的军用固体的火箭燃料，还有飞弹零组件、长程的这一种防空飞弹系统，甚至呢传出这一些都是传出的。下定了100架的歼10C，疑似还有红旗9B跟歼20等等。那么德黑兰的街头更是拍到了大陆制的反无人机雷射系统神农系统，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看到俄罗斯了，2天之内2架俄罗斯的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传出这当中还包含了这一款浩劫攻击直升机，甚至也有消息指出，确实哈米尼是不是已经在俄罗斯的帮忙协助之下，接下来会启动逃亡的这个 B 计划呢？必要时就会到俄罗斯去避险。所以接下来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中俄武器真的要来帮忙了吗？能够打下以色列跟来自于美国的攻击吗？甚至有可能反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情势是有点混乱啊，有很多讯息都是谣言啊。
很难去证实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前段时间以色列跟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那是卯足全力来打的打了结果怎么样？因为地面部队是不能够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朗本身它是100多万平方公里啊，它的国土面积是164万8000多平方公里，很大啊，它的人口数很多，8000多万人口啊，再加上伊朗的国土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中切的啊，所以美国在过去好几届的政府都试图想要去攻打伊朗，没有一个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全部会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中切的一个领土里面，基本上它跑不出来而且也作战没办法打进去，而且基本上因为人口数太多，逊尼派的凝聚力很强，80%以上都是逊尼派的，不是什叶派的，80%以上都是什叶派的这些人，他们的凝聚力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曾经尝试企图，但是最终不敢用地面部队去打。美国曾经想说，我先把阿富汗打下来，再把伊拉克打下来，那这样的话，我就东西夹击这个伊朗，我就有一个出动地面部队的支撑点。我先用火力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对于伊朗实施这个密集性的周波性的饱和性的攻击以后，我再把地面部队打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没有办法如愿。第一个就是他在阿富汗建立不了根据地，因为在阿富汗他占领了以后，本身就受到塔利班游击部队式的袭扰。第二个，他占领了伊拉克以后我们看到伊拉克跟伊朗都是属于什叶派的人。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关系，伊朗的民兵组织就进入了伊拉克，所以美军在伊拉克本身内却面临了伊斯兰国，也就是逊尼派的对于他的反扑，所以美军卷入在伊拉克的一个作战，所以他2个基地都没办法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跟中国是铁杆的兄弟，美国也不可能使用巴基斯坦的基地来对于伊朗实施攻击。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讲，他根本没有任何切入点，他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所以他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派进去。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政府从来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那唯一能够用导弹来攻击，可是导弹的攻击，中程的导弹是昂贵的。以色列如何来炸这个伊朗呢？所以我们看到他最终后来是派空军轰炸机进去，美国也是派轰炸机进去，因为这个中远程的导弹是贵，而且产生效果不大，要派轰炸机。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协助伊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红旗9的一个导弹，那就要看伊朗本身的这些军官、士官、士兵们对红旗9的使用的熟练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套进去。伊朗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多少套进去是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歼10C的一个采购，你采购了到飞行员的训练形成战斗力，这还早，所以它能产生的功能效果，我们不能够把它列入计算。有关于歼20，那是别想，中国大陆歼20是不外销的，所以这绝对是谣言，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打下无人机的雷达系统，这个比较容易。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跟美国来讲，放话的成分极多，但是搞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是最高。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内部爆发出1半的省份都有因为通货膨胀而爆发的矛盾跟冲突，这个倒是美国 CIA 的专长了。委员又怎么看？那哈米尼现在是很危险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以，然后中俄伊这样，委员又怎么看？美国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不叫打伊朗，他打2样东西：一，伊朗的教士政权；二，伊朗的核设施。对于这2个性质跟委内瑞拉那个性质不太一样。目前的伊朗的教士政权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要他更动摇了更厉害，他当然会用武力来施压嘛。武力来施压的话，哈米尼当然要藏好一点嘛，因为教士政权的5大家族，说不定就是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因为包括三角洲部队啦，包括
以色列的精准炸弹啦，然后要把伊朗的教士政权当作真主党那么容易铲除，也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但是话又说来，又很容易，为什么？这些人真的没地方逃。你说哈米，你可以逃到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所有人都收嘛，5大家族都收也不太可能哈。那现在这个伊朗的教士政权，的确已经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啊。这个贪污啦、腐败啦、垄断商业啦、收贿啊、卖官啦，无所不用其极。你只要想想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局面都出现了。这美国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啊，利用这个时机，那所以才会放话说，你如果开枪打示威者，然后我就 K 你啊。所以现在他是在执行如何进一步动摇教士政权的一个方法，因为伊朗是向来都有世俗政权的传统，伊朗的历史上很少教士政权，这是科梅尼搞出来的。然后教士又不善于经营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而且将贪污腐败，所以就给了以色列跟美国可乘之机啊！抗议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嘛。那再加上美国的煽动，对不对？那当然会花越搞越多。那第二个就是核武器也会被炸掉啊，大概就是2样而已哈。那如果不是跟这2样，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关系，因为它重点不是伊朗的石油嘛，不是。没有想到，在此刻，英法联军轰炸叙利亚，难道第三势力要正式的进入到中东了吗？川普恐怕进攻伊朗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今天我们来做讨论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种种的迹象显示是有可能的。普丁则是出手军援，在此刻去军援伊朗。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关注到的是俄伊同盟力抗美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在美国去抓了马杜洛之后，欧洲国家也另外一线正在开火当中。这一次是英国跟法国的军方一起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它的地下的军火储存设施这边。英军我们看到它出动了哪一些武器呢？多架的台风战机，还有航海加油机空中做支援，跟法国的军机一起做联合出动。英国的这个国防部还非常的有信心说，我们打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投掷的导引炸弹是已经精准命中了武器库而已。旁边的这些平民都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法要选在这个时间出手呢？是不是因为川普才刚进军这个委内瑞拉，他看到了谁说，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全球拥有真理？所以这一次，到底英法，我们看到过去他们在有关于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意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团结起来了？难道是真的要反恐吗？还是他们在声援美国？难道英法这个第三势力接下来也要正式的介入中东国家吗？大使怎么解读？表面上是声援美国了，因为美国前几个礼拜他们有几个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叙利亚的美军被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派系给他杀掉了，所以川普震怒，他就派飞机去轰炸，所以就是说美国先动武在先了。那这个表面上英法是声援美国，那反恐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理由之一啦。不过真正理由，我觉得他们就是英法要展现欧洲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目前还算没有完全被怎么讲，被排除在国际强国之林啊。这个对于英国、法国本身的振奋国民的国家这个国民的这个信心，提升执政者在国民心中的这个地位这个影响力更大。你说这个叙利亚那么大，沙漠那么大，跑到那个中间去投几颗炸弹，对，那表示他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你要飞机，你要能够飞那么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其实那个地方有点国际三不管，叙利亚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大部分是哪2个国家的力量？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美国跟土耳其的力量。那所以这2个国家，美国已经先动手了，因为美军被杀，美国也好久没有在那边动手了。美军被杀，川普才叫吹，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展现一下英法还是一个怎么样有打击，在海外执行打击任务的，这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不要被人家看衰。另外，欧洲也一直在讲要搞这个欧洲军。
我想这也是啊，某种程度展现他们啊，不是空口说白话，还有一点行动能力。好，欧洲展示它的在国际上面的军事威慑力。那美国呢？美国仍然是持续的，也好像还有其他的动作。川普才刚威胁完委内瑞拉，现在呢看起来有可能下一个被打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伊朗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呢，先前不是有这个为期2周的抗议的这个示威吗？造成多人死亡哦。那么川普也特别讲说，如果呢你再让抗议者死亡的话，会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打击。结果这话才说完没多久，我们看到被美国视为重大军事行动前兆的这个叫做五角大厦披萨指数，在1月5号突然间暴冲到1250%。要知道哦，这个数字可是历史上面的新高，甚至高于当时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前的770%。所以几个迹象看起来就是这个美国有可能去打伊朗。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讯号，来看到画面上特别列出来，包括美军的无人侦察机最近突然间出现在伊朗的外海，以色列内部也正在讨论委内瑞拉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第3件事情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也向中东这边集结了，社群平台甚至是释放大量的战前的这个气氛的一个讯号，每一个讯号都在说，好像美国正在进行准备下一步了。真的会是川普下一个攻击的对象是伊朗吗？他会不会复制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复制在哈米尼的身上，还是他会直接来轰炸？上志哥怎么看？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来观察、了解这个伊朗问题。那么，伊朗其实真正的关系人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大家一定要深深记得哦。所以在这个无论这个宗族啊，包括这个信仰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关键者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只是非常懂得借力使力，那么跟美国当中可以紧扣在一起。所以过去来讲可能会捆绑在一起，我们从来都认为，因为犹太系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所有各方面无所不在，所以当然仿佛犹太人或背后以色列可以遥控美国的一切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决策啦，这是我们传统的思路。可是现在我觉得川普因为跟过去政治人物不太一样，没有容易那么被操控，他算是商人，可是还会精算的啦。所以先前对于以伊朗到现在不断的放话，那么以色列一直来来回回。特别是纳坦雅卢飞奔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了无数次了哦，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一个紧扣的部分的动作，因为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抗争，不反对纳坦雅卢的力量，所以大家忌惮什么呢？忌惮主要是忌惮伊朗这部分到底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这1年多以来，有没有跟中国或俄罗斯的军力当中哦，无论防御跟攻击线，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以色列自己也很辛苦啦哈，胡塞组织当中现在炸以色列跟好像在照3餐吃饭这样乱炸一通哈，很吓人的。所以有关于大国军力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挂钩，伊朗现在的防御跟攻击能力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被验证。所以现在其实蛮重要的是，到底以色列会动手？美国会动手，关键还在于情报的掌握。我觉得这次委内瑞拉的战争其实提醒我们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其实斩首行动也好，军力再厉害也好，关键还是在情报的掌握。这是美国最厉害，是展现它一如既往的情报很厉害。所以大国之间，比如说中俄跟伊朗的具体合作如何，我们在委内瑞拉也看到，也都声援委内瑞拉。可是呢？问题是你真正的声援跟帮助来讲，没有精密到让美国可以不突破，所以伊朗我相信也是一样子。我想包括伊朗、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明明你普丁你不是也可以斩首，泽连斯基都不斩首，拖了3年多，你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能力吗？还是你的情报当中也不见得现在跟过去 KGB 那么厉害了，没有办法突破美国或者乌克兰的保护网？所以我认为这次现在来讲，我们在思考包括伊朗的问题在内，情报系统的掌握好像是现在大国竞争，尤其在军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委内瑞拉这一次提醒了我们。好，确实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都非常的担心伊朗它跟中俄在军事上面的这个军事突破到底到了哪里？所以呢，现在也放话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打伊朗？但是在此刻呢，莫斯科它似乎正在悄悄的帮助伊朗来声援它，尤其是在军事上面，莫斯科现在正在
声援，那当然也引爆了这个区域的安全紧绷。我们来看到这是实际发生的，过去48小时，俄军总共是出动了它的重型运输机至少5架次降落在伊朗，重点是它是高频的、不寻常的航线，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躲避西方的监控。那么运输机上面载着什么呢？看到画面，包括了现在根据了解有这个浩劫武装直升机，第二个是配套的弹药跟地勤系统等等。我们请干哥来帮我们分析，可能俄罗斯这一波重型运输机到底在装什么？传出哈米尼现在也很紧张，好像有一个计划，他要逃到莫斯科去，有没有可能呢？难道伊朗的政权真的面临危机了吗？好，俄罗斯最近48小时，也就2天之内，有5架次 IL-76一流升76重型运输机。好，我告诉各位，这就是要打起仗来的时候，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运输机。OK， 它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现在国产的运20，我们现在新的运20运输机，它都属于战略级的，它不是一般那个区域性的那种小飞机了。这些运输机往返5次，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当然 IL-76它曾经当过商用的货机，可是这个从俄罗斯空军飞来，那一定是军用机。那它飞来载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商用物资，结果一看，原来是 Mi-28的浩劫直升机。Mi-28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攻击直升机，相当于台湾的阿帕契啊，你可以这样去看它，它就是台湾的阿帕契啊。不过性能还是比阿帕契稍微略逊一点，可是它一定载送了相当的 Mi-28给伊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要预防斩首 ，OK？为什么？因为这种直升机专门对付低空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是有特战部队要降落在总统府附近，就是说，比如说要斩首哈米尼的时候，这种直升机是最有用的。那对不起，马杜罗就是没有这种直升机，不然他很可能不会被斩首，知道吗？委内瑞拉就是没有攻击直升机，一架都没有。所以其实 Mi-28是很好用的，那所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防卫作战里面，也把反斩首的阿帕契当成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直升机被紧急运到德黑兰了，你就可以去想象，哈米尼是怕了，高龄86岁了，已经带领这个国家30年了，接下来我跟你讲，最有可能是不是被美国斩首？是被尼坦雅胡斩首，因为以色列才有这个决心。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忌惮的是伊朗，比美国还要忌惮。对，为什么？只要以色列能够那个斩首哈米尼的话，那我跟你讲，全犹太人都会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这放在心中那个刺已经很久了。虽然这几次的，比如说12日战争，以色列是打赢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接下来的核子设施以及它的浓缩铀计划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旦完成，对以色列来讲，那是灭国的危机。所以说，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来执行这种计划，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说美国允许的话，我来斩首。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有阿拉伯世界里面最强的空军。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现在就是说，除了埃及之外，第2强的就是伊朗空军。在中东国家，现在伊朗的暴动越演越烈，正式进入到第2周了。有一个说法，背后有没有可能有美国的 CIA 在后面推波助澜呢？等一下会来一起关心。反制美以的联手威吓，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中俄伊朗则是举行联合军演。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现在来看最近的伊朗越来越动荡，就是因为它内部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除了通膨不断的飙升之外，伊朗的货币也在暴跌，并且经济持续的衰退，民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走上街头抗议，爆发了严重的警民流血冲突，进入到第2天。街头上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画面，包括警方都祭出了这些催泪弹来驱离抗议的民众，愤怒的民众甚至是摇铁门、烧车等等，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一起冲突是2022年阿米尼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抗争，一共是在31个省当中，已经有25省爆发了严重的抗议整个这个25省里面呢，
简直是陷入了一个瘫痪的紧急状态，170个据点爆发抗议，有造成16人死亡，并且逮捕人数现在有超过580人了。示威者高喊打倒独裁者。我们来看到最高领袖哈米尼也在这个时候出来说了，他定调这一场抗议叫做是受到，如果你出来抗议就是受到外国煽动的这个暴徒。那哈米尼说完之后呢，川普就立刻出来警告了伊朗，也就是哈米尼当局，他说如果你的伊朗安全部队啊敢对这些示威民众开火的话，我们美国将会出手帮助示威民众。他也强调枪都已经上好膛了，去呛这个哈米尼。所以 Ross 怎么看？伊朗会是下一个川普派兵的国家吗？之前他以核的理由来做轰炸，这一次会不会就真的出兵？特种部队会不会抓走哈米尼 ？Ross 怎么看？还是认为可能性不大。中南美洲真的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援啊。然后说实在 ，Venezuela 虽然有购买这些防务系统，但是其实他们的军事能力后来发现真的是很弱，甚至很容易。蔡委员刚刚说，其实他们很多那边官员、军官很容易被收买了。那伊朗真的没那么容易了，而且过去这个美国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经验也不是很久以前。所以，其实美国人是觉得，这样对 Venezuela 是可以做，是 OK， 我们支持可以接受。但是在地面入侵一个中东国家，我认为美国人是不是很支持了？所以或许川普会想用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经济制裁，但是问题是经济制裁已经是有了，针对伊朗经济制裁已经是有了，那也是可以用网络上一些相关的手段。来帮忙示威者，我破坏国家安全系统的能力，也是有这个选择。那另外也是可以警告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俄罗斯、中国，不要介入，你要让示威者上来，推翻这个现任政府。那美国也是可以用这个做法，但是地面入侵，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好，但是我们也回头来看，说这场示威引起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不好吗？还是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有个说法是，川普背后力挺，在 CIA 这边做煽动。委员又怎么看？务必制服而后重生，这绝对是100%是伊朗自己搞出来的，然后让美国有机可乘。这因果关系很清楚，为什么？哈米尼啊，是以一种很有修养的教士，可是他的家族竟然是伊朗贪污腐败最大的集团，5个教士家族，带着宗教的面貌，控制的经济腐败的不得了，然后再加上那个革命卫队，就是他们的黑熊跟青苗，用革命卫队的名义掌控所有经济，连进出口都要跟革命卫队缴税，然后国防军没有钱，因为财政部收不到什么税。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当然接下去如果他好好去把经济给整顿，就他不是花很多时间在管女人的头巾，这个实在是很奇怪，不管老百姓的肚子，管女人的头巾，然后这是一连串奇奇怪怪的措施不提，他把整个伊朗的经济完全给冻结了。你说美国制裁影响他经济，他自己冻结的更厉害。什么叫冻结？你要开任何行业哈，投资任何机构，要看看革命卫队有没有投资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经济体制被封锁了，那革命卫队钱多到什么，可以跑到伊拉克炒地皮，整条街都买下来，然后国防军哈拉一部飞机都没钱买。为什么？因为国防军他认为太中立，不可靠，革命卫队靠自己，那革命卫队每一个人捞钱都捞得肥肥的，然后搞导弹捞钱，搞无人机捞钱，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集团啊。那有没有人能够推翻它？还真的没有人能够推翻它。这种集团，那可是一定要会使得伊朗会慢慢走向民生凋敝，那一群统治阶级生活过得很奢华。现在局面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这些街头抗议的人啊，他一定会被不满，会被美国 CIA 给煽动啊，而且煽动成本又很低，不需要像委内瑞拉付5000万美金，不用啊，煽动成本又很低。那未来会怎么情形呢？我认为最可能是美国跟以色列会联合做斩首行动，
最便宜的。为什么？你如果今天革命卫队或者是什么保安部队出来对这个示威者开枪，美国最简单的做法就派飞机把那个安全部队总部给炸了，很便宜啊，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啊。所以啊，如果是哈米尼最好躲好一点，对不对？那哈米尼旁边如果没有被收买，比较难收买，因为他捞了很多钱，会给底下的很多钱。这个跟那个马杜罗不太一样，捞了钱哦，他老婆拿走不给旁边人分，这是差别在这里啊。他很会，就是家族控制的啊。那人多势众，所以要推翻不容易。可是如果一再抗议，美国就借这个理由，你谁开枪我炸谁，你谁开枪我炸谁，对美国不稀奇啊。他们以前的革命卫队的司令官不是被炸了吗？苏梅哈尼不是，苏梅莱尼嘛被炸了吗？还有以色列不是把那个哈马斯的头子给炸了吗？所以我只是说哈马尼最好多好一点，你要跟黄金一起埋葬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民众对于当地的经济还有政府的不满情绪哦，让美国有机会在此介入。那其实伊朗对川普美国对伊朗虎视眈眈，也有一些重点的原因啊。我们节目整理出了4个，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就是因为石油，因为伊朗有很多的石油嘛。那第2个就是伊朗可以控制的荷姆兹海峡。第3个就是有关于以色列的安全。最后是他希望可以趁机打击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力。我们先来看到石油，伊朗现在拥有全球10%的石油储量，90%卖给大陆。第2个，荷姆兹海峡，它每一年控制了7.5亿石油的经过的地方哦，它有这个重要的战略的要冲，占全球海运原油1/3，全球产量的1/5。以色列的安全是因为呢，当时不是有这个以伊战争吗？互相打哦，那伊朗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美国和以色列只是重创了伊朗的防空，但是现在美国更担心的是，在大陆的帮忙之下，伊朗根据了解有能力年产3000颗的这个飞弹，所以对以色列的安全形成了威胁。最后，他希望可以打击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影响力，尤其是针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陆，他也找来俄罗斯，找来了伊朗一起军演，是要对美国叫板吗？舰长怎么看？我们刚刚从手板上已经看到了，全世界有那个石油储量第1委内瑞拉。第2个也就沙烏地阿拉伯，第3就是伊朗。那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但是匹夫不是完全无罪啊。那刚刚那个郑源老师已经讲了，你的这个政府高层的这个教派领袖，你其实你本人很清高，可是你的家是就是演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但是你的家族贪赌的非常厉害，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是我们讲到的1989年巴拿马诺瑞加的这个正义之师行动，诺瑞加也是贪得一塌糊涂。那还有现在我们讲的委内瑞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朗也都是如此。也就是你越是贪腐的环境，越容易让美国的 CIA 可以更容易渗入。那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金砖国家呢，是不是在跟美国叫板？其实不是，而是呢，这个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有讲到联合国的角色，可是联合国的角色非常的没用，因为它有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干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金砖，它虽然称不上说是可以取代联合国，但是是可以跟代表的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国际集团。那也就是透过这个方式，然后现在他们讲说要进行军演啊，叫做和平意志2026，也就是说这一个演习，他把一大堆国家叫来，那大家会怀疑啊，说这个有关于俄罗斯也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其实跟大家报告，中国大陆早就在做如何的让俄罗斯的装备可以成为中国大陆体系化的一部分。好，所以一边我们看到其实有另外一个集团，中俄、伊朗等等，大家联合起来。但另外一边，我们也看说，川普这一次对伊朗动手，会不会也是想要打击大陆？杨老师怎么看？其实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2点啊，大家可能会被西方媒体误导，好像腐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人民受苦的国家，美国的正义之师就可以这个不顾一切的进入到这个国家进行斩首的行动，换一个政权。我觉得那
全世界腐败的国家太多了，哦，这不是理由。那第二个是，那是因为要去针对中国跟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扩张，我觉得这也就这个个案而言，其实勉强了。那当然都有关系啊，因为中国的这20年的发展，它的经济以及外交、地缘政治的层面，当然影响是全球性的。那当然，美国的一切的行动都是因为针对中国而来，这个也太台湾的青鸟思维了。哦，我倒觉得针对伊朗的部分，那是有可能的。那主要的关键其实是以色列。当伊朗乱的时候，他就会去针对以色列。那针对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会反击，然后呢就可以作为自己内部控制、掌控的一个这种对外团结的理由。然后呢，美国就可能会担心，那这个时候当他已经到这种比较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他政权延续的时候呢，他对以色列的报复可能就很强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以色列自己也许会先出手。